我俩在一起1年了，我为这份感情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他现在却把我骗了。我没有骗他，他天天就知道跟着我后屁股眼转，难道现在不做出点改变，等着以后喝西北风啊？我那是在意他呀，我不想异地恋，我也到了结婚岁数，我想有个结果。他现在就是对我道德绑架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。如果他不明白我的心思，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高先生31岁，来自甘肃，酒店经理，有请。王女士24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你有意思没意思？当初我俩怎么说的？你说让我先过去，然后随后你就到。不是，但是呢，我去哪儿啊？你工作都没稳定，你都不赚钱，我跟你喝西北风啊？但是当时你是说的让我先过去，你马上就到，这都半个月了，你的人不是，从咱俩认识到现在，你换了多少个工作了？我好容易让你上杭州找个工作，然后你现在就这样，让我去找你，我不去你就不工作了呗？我换工作为什么？为了追随在你的身边。你那不是追随，你那叫自私，你懂吗？我那叫自私吗？那叫在乎。我如果不在乎的话，我不用管你在哪里。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人特别自私，就是跟着我，我走哪跟到哪。好，我能问句话了吗？你们老问我知道吗？我显然是不知道的。谈多久恋爱了？差不多快1年了。快1年。对。这个反对异地恋是异地吗？过去？是的，我在郑州，他在沈阳。那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在那个软件上，他唱歌很好听，然后喜欢他的人也很多。然后我就每天去听他唱歌，跟他聊天，然后慢慢我们就认识了。曾经的偶像是吧？算是吧。粉丝追随了自己的偶像啊。现在在哪儿呢？2个人？我现在在杭州，他在沈阳。怎么就到了杭州？怎么又在沈阳？我们2个一开始是网络上，这不是认识的吗？然后我们2个在网络上能谈了大概3个月，就当时就是朋友。然后他就来我的城市，就沈阳，当时来找我，就是准备找我奔现。当时正好过年，我当时不想见他，我觉得网恋这人不是有病吗？大老远的，然后来找我，我又没决定跟他在一起。我爸说你不管咋地，你都得见人家一面，要不然人家这大冬天的多冷啊。然后我就想着，我说那行，那我就见他一面。见了之后，我就发现他人还挺好的，就挺老实的，感觉也还行。这一面怎么能发现一个人老实还是不老实？就是我俩第1天在一起，他话特别少，跟我一起走，他也就是不怎么敢说话。然后那个对我挺细心的，比如说就是我要是什么东西啊，他都会帮我拿。然后那个走哪儿去都不用我说，马上就去把这个东西买了，把这事儿办了。我就觉得挺好的。有眼力劲儿。对，有眼力劲儿。话还少。对。后来我俩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他陪我待到我过生日，然后他就回到。你几月份的生日？我是2月份，我俩不是过年嘛，我是正月11的生日。然后他陪我过完生日之后呢，他就回郑州工作了。结果他没到半个月，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就是2月底，他就自己来沈阳了。他也没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就跟我说我现在到沈阳了，你来接我吧，找我吧。我一问，人家把工作辞了。我回到郑州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不接了，发微信。他也不回，怎么不接人电话呢？他的电话是夺命连环 call， 就是唰给你打一堆，只要你有事儿，比如说你挂了，他马上接着一直给你打，你说多烦。关键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语聊上面还有一个圈子的朋友，还有一个喜欢他的男人跑去找他了，然后他俩见面了，结果我就发信息问他，打电话问他，他说他没有。当时我就觉得异地恋不行，我就把工作辞了，然后我就跑到沈阳，我准备去沈阳发展，就离他近一点。这个是没跟他商量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你出于爱情就去了，对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但是他说的就是跟那种什么伟大的爱情去你的城市都不一样，他到后边就变成什么，就一直跟着我。本身我跟人就是朋友，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一点的关系，而且每次跟这个男孩出去也是出于朋友的礼貌，因为他从外地来，我见他了，人家也从外地来找我。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是吧？也不能说没有区别，我跟他见面是我俩单独的，我跟那个人见面是还有别的朋友的。行，他到了沈阳以后怎么样？然后到沈阳以后，我弟开始挺高兴的，我觉得，来我的城市我俩离得近。结果我俩怎么说呢，在一起待了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。他好容易在沈阳就找着工作了，我正好接到一个去江苏的演出。因为我是个歌手，我是做全国演出的，我觉得我年轻，我想多赚2年钱嘛。我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演出，我说那你就在沈阳好好工作，你等我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我去那儿
待多长时间，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了。结果哎，人家二话不说啊，又把工作辞了，就是追着你的脚步走呗。对，就是多好啊！他不是好，你想他没有工作，他怎么赚钱？因为他跟着我到了江苏以后，我在江苏演出没多长时间，我就回沈阳了，他又把江苏的工作辞了。你想一下，我从郑州跑到沈阳，结果人还没待热呢，你又走了。短的话2、3个月，长的话半年。那你说我在沈阳人生地不熟，我待那干嘛？不是，都是成年人，那你不停的换工作，你不停的跟着我，你觉得你能？你回了沈阳之后呢，没稳定吗？回沈阳这次他就没找到工作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又有演出了，我是要去上海，结果他就非要跟我去，我跟他就大吵了一架，他就说你先在这儿稳定的工作，我说你等我回来，因为我家就在沈阳，我也跑不了。对，他就觉得我总要跑啊。对你感情深，我才跟着你走，不然的话，我哪个城市待着不好，哪没有好的女孩？哎呦，你这不叫爱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自私。你想，你天天跟个跟屁虫一样，那你想，你工作你去哪儿，我跟着去哪儿，你高兴吗？再说了，我到沈阳，你又不知道情况，我之前拿多少钱工资，到了沈阳以后拿多少钱工资？那你自己老换工作呀，你不能赖我吧？那你在沈阳，我才去的，你不在沈阳，我去吗？不，你去沈阳之前多少钱工资呀？大概月薪的话能拿到1万5左右吧。哦，去了沈阳之后呢？大概4500吧。就收入直线下降，对，是吧？这你不是去了上海了吗？对，我就先走了，我就没管他。那次吵架我很生气，我转身我就走了。走了，人家可好，没过2天告我了，我现在就在上海呢。哦，他又去了上海啊，又来上海了，告我就在上海，你见不见我？对吧？你不见我，那你就看着我冻死，就是饿死这种。毕竟我跟他谈恋爱肯定是有爱情的基础在，那我不可能说贼狠心，他来了我又给他打回去。这次在上海他也没找着工作，然后而且是什么？我演出他每天都在下边看着。那后来怎么上海又杭州了呢？然后我是在上海，他觉得我老盯着他，他就自己又跑回沈阳了。结果我又追回沈阳。跟回来，我俩就是谈了很久，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你这样不是事儿，你好好找份工作。正好我有个朋友他在杭州，就是有一个就是工作机会吧，就是也是一个酒店在招人。我说这次去你好好干，对吧？工资因为江浙沪这边工资普遍要说稍微好一点嘛。我说你去了之后，咱俩就能往更好的发展。他不去，我俩就在家吵了好久就不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你不去，这次咱俩就分手吧。我不能跟你再处了。你就去了杭州了是吧？当时他告诉我说让我先去杭州然后等着他把这边事情处理完以后，他就来杭州找我结果我在杭州去了以后，有时候给他打电话，他也就是爱接不接，那发信息也不回结果他人也不来了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我说他为什么不来？我现在就猜测，要么就是他自己不想来，要么就是他父母不让他来。要么就是他在沈阳有人，他不愿意来。他还觉得我有人了，一打电话就是你干嘛呢？你怎么不接呀？我说我忙着呢。说你是不是有人了？你什么时候来杭州啊？我说你工作稳定了，我去。你这次来干嘛呀？我就想问一下他到底什么意思。我希望就说是我能够把这份感情稳定下来。我跟你核实几个情况哎，您说。性格优秀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挺好。人品优秀，对吧？对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一个好人品的姑娘，你怎么会怀疑她跟别人谈恋爱了呢？关键问题赶巧的是，我前脚刚走，后脚那个男的就到了。这件事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阴影。那就说明他人品不好啊。反正他性格挺好的。人品呢？咱们说人品吗？人品挺好的。也挺好的。行，姑娘还去杭州吗？我是打算等她工作如果稳定的情况下，就不稳定啊。他如果不稳定，我肯定不会去的。稳定的标准是什么？稳定的标准就是他最起码把试用期过了，然后他得保证他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工作着，他不会说我再去哪儿演出，他再跟到哪儿。就是你不需要一个追随在你身边的人，是吧？哎，你追她的时候，你知道她是一个需要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的女歌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是歌手。你连她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基本的工作性质都不了解，你都不了解她，你去追她什么呢？也许我就给他说了，我对东北女孩好像没有什么抗体的，只要是东北的都行，是这意思吧？不是，你自己说的没什么抗体吗？当时我接触她的时候，她一是很温柔，没有像现在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，她干事的时候，有时候比男人还男人。那你想这次来，最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？我的目的就是让她跟我去杭州。我们稳定下来。如果他只给你一个承诺，而不给你一个稳定的状态，你愿意跟他继续交往吗？我不愿意。我是希望2个人的爱情，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，
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事业，然后为这个事业去奋斗。我问男生呢？我愿意，还是他走哪我追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你男朋友不愿意放手是吧？对，烦死了。你跟他接触这么1年来，觉得这性格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性格来说，我是觉得还可以，因为他比较。就是他不是那种比较油嘴滑舌、油腔滑调的男生，他基本上他不怎么说话，然后他说话的时候他也会去做，而且他做的比说的多。那你能给人家一个承诺吗？承诺就是我先把我这边的事儿都处理完，然后我尽量的在杭州长期的演出啊，或者这种。那你处理这些事儿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就是我这个事儿，因为我现在是什么？我做演出的同时，我开了一家店，然后这个店如果说我想脱手的话，我朋友会接手。这个很简单，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演出的事儿，因为我其实挺不愿意放弃我演出的事业的，我挺喜欢的。但是如果那个都是借口，好吗？怎么能是借口呢？你的生活状态什么样我不清楚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处理啊？不是，如果说我连工作都没有，我连钱都不赚了，你说你觉得你的公司能做什么？他之前对还有一件事儿啊。第2次跟我回沈阳，他就总想见我爸妈，就是逼着我，就那意思，我为你啊，我把工作都辞了，我能不能说就跟你见你爸妈，这那的。然后后来我就犹豫了好长时间，后来我说了，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他年龄有点大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，他就觉得我爸妈嫌弃他了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刚才你说他都是借口是吧？对。人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有借口呢？就不想做事情的情况下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并不想跟你好好的谈恋爱，对吗？也许是吧，反正我现在真的也很无奈，因为我为了他付出了很多。我实际上在一个地方稳定的去工作的话，我的收入或者说的我的职业发展这么说吧，你们俩分手了，你后悔吗？也许会后悔，也许不会。行了，事儿就摆在这儿了，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事业和爱情，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一个？事业吧。事业，你知道他觉得事业更重，但是你现在想让他为了爱情放弃事业，也不算是吧。那你觉得他喜欢跟你相处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。所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喜欢跟你相处，对吗？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去跟他相处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是你要付出，不是他想要，对吗？对，我一直都在付出。所以你的付出既然都是你想要付出，那凭什么要他负责任呢？然后我接着告诉你，这不是你付出的多就代表了你爱的多，你的付出必须是别人想要得到的。如果你的付出不是别人想要得到的，甚至是别人感到厌倦的、感到烦恼的，那你的付出是对他的困扰。今天有一个人落水了，我们这样会游泳的人马上下去救他。你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你也怕扑通跳下去，然后和人抱在一块儿，两个人不是一起往下沉吗？你现在就是那个不会游泳又跳下去救人的那个人，看上去很英勇，谈了一场英勇的恋爱，但实际上是很招人烦。你现在离跟踪狂只有一步之遥。这个姑娘，我不管她是为了事业、为了自由、为了什么，她现在摆明了，也不要管她对你承诺什么，她摆明了，她就要过她现在的生活，四处飞，到处去演出。她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帮她扎根在一个城市里面，帮她造一个窝，等到她什么时候飞累了，她飞回来到这个窝里面，你在那最好，你不在也行。她不需要一个随时随地跟着她、烦着她所谓的男朋友。你们两个人都是自私的，你的需求是自私的，你的需求是自私的。我不认为你们之间有什么爱，你可能有某种需要，你可能被感动了。说到底就是这样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你还没有失去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越失去自我的那一个人，就越没有资格去爱人，因为你连自己都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爱上你呢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珊娜老师。我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只是未到深爱时。就你难道感受不到他对你是什么感情吗？你就是不甘心而已嘛。
你想，我都为你已经拼命付出到这个程度了，在这个地方折了，那我前面就相当于都白来这一趟了，从这儿绕到那儿，这南方北方跑了个溜够，那我前面那些路都白折腾了。然后我为你丢了什么15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的这份工作，然后到这儿一个月月薪多少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到现在，然后你把我支到杭州去了，不就是不甘心吗？可这种苦苦纠缠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明知道他想要的你给不了，而且呀，你也真的是你没事儿干了吗？每天全国各地的追着他跑。他现在的那个心都在天上飞着呢，全国各地商演，每天见识多少这样的演出的场面，每天都是在众星捧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生活，你只是他众多粉丝、众多拥护者当中的一个，然后跟你走的比较近一点儿，你就为了他什么都不要了，全跟着他走。就这样的话，你想换成任何一个人，谁都不敢跟你怎么着啊！你不考虑自己的未来，你也不考虑自己以后的人生怎么规划，就全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的身上，他怎么敢跟你继续往下走？对女生想说的是，我们不要辜负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就也不要辜负一个深爱自己的人，觉得不合适，就马上说分手。你这样支着他，最后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彼此受折磨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真的觉得不合适，而且你也没那么喜欢他的话，咱们就大大方方说出来，告诉他，你去选择你自己其他的人生吧，好吗？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尚达老师。徐总，异地恋的最后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，是谁投奔谁的问题。但是可能你们这问题不是异地恋的问题。你们这异地追踪啊，你们根本就没有恋。我们回到一开始，男生，你想想看，你跟他恋爱了吗？你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当时他可能以为还很浪漫，久而久之你会发现，他一个就在跑，你拼命在追。异地恋最终要解决，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。你的目标是跟他在一起，而他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实现自己的事业梦啊。所以你们目标不一致啊。一上台就说你骗我，你有信任吗？你之所以追随他而去，就是一个字儿，怕。你不是因为爱，你是因为怕，怕失去，怕不能占有他，怕失去自己过往的这些付出。所以一旦他要说不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你会觉得你就是个骗子，感情骗子。所以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，你是因为要占有这个女孩，你放弃的恰恰是他想你拥有。他想象当中的爱情生活是说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事业，并且各自忙碌，彼此才能安好，这样才能和而不同。但是你跟他差的太多了，他越想要什么你越放弃什么，你实际就一个人在他身边，他不要你，明白吗？女生呢，其实你根本不怎么爱这个男生，你所谓的那些就是一个借口，因为很简单啊，他到你身边，你说走演出的时候一双眼子在盯着我，啊，他来了我只能见他一下吧，很赏赐的样子，一点也不享受，你真爱他吗？只不过是像他这么痴心的人没有了吧，至少现在没有了。你需要的那个人一定是有稳定的工作，对你有稳定的专一的爱情，这个人是你想要的，他只有其一。恰恰你需要的那一点他给放弃了，他以为稳定在你身边就是你所要的，恰恰不是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？说清楚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你们这个事儿就想到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寓言，叫做“狼来了”。一开始说好玩，哎，说着说着狼真的来了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在你心目当中觉得它老实，对吧？像一只羊。后来发现穷追不舍，像只狼。但其实像羊或像狼都没关系，要么就像一只羊，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等着你，乖乖的；要么就像一只狼，天天追着你，你去哪儿演出我就跟着，我不求
有任何的回报，但只求能够待在你身边。但问题是，现在这个男人羊不是羊，狼不是狼，他自己都分不清楚，他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自己尝试的想象一下，即便他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你们俩安生的在一个地方过日子，你觉得那会是你想要的生活场景吗？我觉得应该会吧。你了解他吗？他会跟你在一起固定生活，洗衣做饭，生孩子，你觉得会吗？这个你明明知道不会，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？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工作，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没有自己的价值，你所谓的所有的付出的价值，在他眼里都不被认可。人家在想尽办法的支开你，明白吗？其实，在你心目当中，你大概最初认为你是猫，它是老鼠的，但后来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不是那只猫，它也不是那只老鼠，谁在逗谁玩呢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生说：“我对东北女孩完全没有抵抗力。”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，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，你对于这个女生本身不是爱，是一种迷恋。迷恋往往靠的不是生活当中扎实的了解，而是靠自己的幻想，所以她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人。你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爱情没有，工作也没了。你这样千辛万苦的尾随着她，其实在她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说我很讨厌你呢？如果你只要说句讨厌他，今天你走你的路，他走他的路，你们彼此都不浪费时间。表面上是一句狠话，表面上下不了嘴，但一旦下了嘴就各奔东西，不好吗？把话说狠一点，该怎样怎样，不要藕断丝连，好吗？否则的话你就会作茧自缚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问一个问题啊，你帮我评一下理。你姐们儿喜欢上了曲伟，北京去找曲伟，曲伟说：“你来吧，我不一定见你啊。”后来曲伟的爹说了：“儿子，你要给别人机会嘛，普通朋友都可以看一看吧。”见了你的女性朋友，那个女性朋友给他过了生日，嘿，曲伟感动了，说也行啊，也能做个女朋友啊，做成女朋友了。然后说你回老家吧，回东北吧，回沈阳吧。你那女朋友也回去了。2天，女朋友说曲伟答应说是我的男朋友了，怎么我听说曲伟在北京跟莎娜又见面了呢？不行，那我跟莎娜是一个圈的，我得去看曲伟啊。工作也不要了，到了北京，没来2天，曲伟说：“对不住啊，我得去华东6省1市做巡演，首战江苏。”你那姐们说：“北京工作不要了，去江苏。”你什么体会和感受？你会怎么跟你姐们说？我会告诉她，人家可能不喜欢你吧。啊？人家可能会不喜欢你。那为什么是你姐们的时候就是曲伟不喜欢，到你身上这就成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了呢？最后我在想，如果我们面对这样女生的时候，我们会跟这个女生说哪些话？后来我想到，我们大概是这么说的：如果一个人不能让自己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独立，而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附庸的话，他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情。这句话过去是跟我们认为比较弱的女性说的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这样的话拿出来对一些男性说。我无意指责说你对这个爱情不那么负责任或者怎么样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就借莎娜老师的那句话，其实不是不要辜负一个爱你的人，是不要辜负好的感情。这个辜负是什么？坦诚，喜欢好好拥有，不喜欢直接说。你啊，好好工作吧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东北女孩都没有抵抗力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搁沈阳工作，全是东北女孩，你看看是个什么样子吗？对吧？现在在杭州好好的工作，不纠缠了，咱也别纠结了，搁谁谁心里也难受。我去的，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了。怎么陆琪去了以后，
他又跟陆琪吃饭了呢？陆琪是不是会把我的活给呛了呢？肯定有这个想法，是这么想的吧？虽然坚信他的人品，但是心里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不舒服和不自信，你得理解他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我想说，是因为我年龄的问题，所以说我很期待这份感情，也很珍惜这段感情。在感情当中，肯定是有一个人付出的比较多，有一个人付出的比较少。但是我愿意做那个付出比较多的，然后我也愿意为这个感情去付出，然后一直守护你，去保护你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就付出那么一点点，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，然后我去努力工作，然后去为我们的未来打拼。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，我还是挺想有一个家的，因为我家庭原因啊，还有我的工作，我是想要去赚更多的钱，因为我的家庭可能是就我一个女孩需要我去，所以说我希望一个男人能努力工作的同时，就是我们一起努力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嘉宾朋友他们会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多一句嘴啊，这事儿咋解决了？后来，你就在杭州了是吧？现在在杭州。你接着演是吧？我就是把这个店交给我朋友，然后我就去杭州开始。不再到处演出了？就是暂且吧，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。就这段时间在一起哈？就是以后也在一起，但是是两个人都有工作的情况下。不是，谁能为那么远的将来保证呢？行吧，你们俩好好谈恋爱就行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来。好帅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回吧，牵着手。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，24小时保湿，实时透水嫩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希望我以后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未来。我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工作，我不希望你为了任何一个人放弃你自己。然后谢谢各位老师。来，请亮灯啊！那个全国各地跑的，比如什么飞机、火车上都可以敷啊，都不耽误时间。这礼物是特好。对，特别好。啊？对，特别好，我觉得。特别好啊！你不是刚说过你不去演了吗？真是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谁刚才说换了个身份就叫跟踪狂了？人家愿意给这个名分，管得着吗你们？这就是爱情有的时候让你看不懂的地方。好了，如果他们愿意坦诚地为彼此付出，愿意为这段情感添砖加瓦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当然也乐见其成。